好，我们来解难题啦。这是 LeetCode 的第1569题啊。基本上它是跟二元搜寻数是相关的，那主要是要去计算你重新排列阵列，然后会获得相同二元搜寻数的总数。那它的解答记得要减一哦，所以原来的那个不算啊。这个我们在 submit 的时候要碰到这样的错误哈，忘记减一。好，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解那个 LeetCode 当中的一个所谓的二元搜寻术的一个难题。好，这个题目它被标示为难题，那主要是它跟排列组合的总数是有相关的。那一般人可能搞不清楚它相关的排列组合的一个问题。好，所以好没关系，我们就先切到那个简报的部分。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们这个 LeetCode 的这个题目哈，这个它的叙述当然先了解哈，基本上它是要去计算，我将我这个阵列重新排列组合之后的它的一个总数，然后你会得到相同的二元搜寻数。这边有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给一个范例，给一个阵列是213。那基本上2一定是为 root， 这没有问题。1的话会是它的左节点，3是右节点。好，所以你画出来2、1、3，这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用另外的排列组合比方说是231，那基本上它也是相同的二元搜寻数。好，那如果说你把它改成321，当然就不同了。那这个答案呢，当然就是以它的一个答案来讲，它应该是2，它有总共有2种排列组合，你要扣掉原来的那种。那我们当然先了解一下二元搜寻数。二元搜寻数，如果说你以 C++ 的方式去撰写的话，那我们知道它一般二元搜寻数它会有左数、右数，然后我们这边用那个比较新的 C++ 语法去撰写它的那个 constructor。那如果说你给它 value 的话，它就给 assign 那个 value 给 var 这个成员。那左数跟右数呢，一开始当然都是设为空。好，那重点是你要去 insert 你的节点当你的 root 如果是空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已经找到它的业节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将 root 设为那个节点是里面值是 value 的那个值如果你的 value 你要 insert 的 value 是小于你 root 的那个值比它要小，那你其实原则上你就在左数的地方去找寻。好，那如果是另外的情况就是 value 大于等于 root var 的话，那你就在右数的地方去找寻基本上呢，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解题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二元搜寻数嘛，你要怎么去 insert 你的节点所以就是你就左数右数呢，
去找到它的业节点，然后再将它再插入啊。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用递回的方式去写啊，比较简洁一些。你当然也可以用回圈的方式啊，比方说是 while loop 的方式去写，那当然就比较长。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其实蛮有启发性的。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说，这应该是他给的第2个例子啊。所以他假设他的一个阵列顺序是3、4、5、1、2。那其实这里面的答案得到的都是相同的2元搜寻数啊。那我们看一下啊，如果说根据我们这里的情况，3当然是 root 节点没有问题，再来是4嘛，你按照顺序，所以4它当然是在右边比它大啊，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业节点，所以当然你就应设在这个位置。再来是5当然比3大又比4大，所以当然是放在这边的业节点。然后再来是1的话比 root 节点要小，那这个时候当然你还没有左数的情况，你当然是插入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来是2，然后它要跟3去比，再跟1去比，然后比1来的大，所以是最后插入的位置是在这边。好，那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上，你可以看到哈，它会有左数跟右数，这边是左，这边是右。那它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一些排列组合的一个端倪。左数的情况，你再怎么排列组合，它只有一种；右数的怎么样去排列组合，它只有一种。那它这边是1、2跟4、5，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1、2、4、5呢，它去做一些不同的排列组合。它只要能够保持它左数音跟右数的一个顺序，其实像你这边是1、2，这边是4、5，这当然可以。或者呢，1、2、4、5，这也没有问题。那这边是4摆在前面，5摆在最后面，1、2，这也 OK。那这边呢是4，这里是1、2。那所以这边的组合数是什么呢？这边呢基本上它就是西4取2，然后减掉1。所以原先的这个不算。所以西4取2，它的答案是6嘛，所以这边是6减1等于5。所以它跟排列组合的关联是这样来看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章。那所以它的公式呢就很清楚，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将阵列呢将它考虑分为左数跟右数。那我们当然是透过所谓的递回方式去解答所谓的 divide and conquer。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割为左数跟右数。假设它的答案我们都求得了假设左数的答案是 L， 右数的答案是 R， 所以它的总数的答案其实就是 L 乘上 R 再乘上这个排列组合数。那因为最后的答案很大，记得要磨掉 modulo 这个10的9次方加7这个数字。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解答的最主要的依据，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好，我们呢接下来再看，就有一些概念
要厘清的啊。为什么用乘的？这基本上我们这个在离散数学或者是在组合数学里面呢，组合学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乘法律啊，乘法律啊。这边少个 t 了 ，the rule of product or multiplication principle 啊，这个当然英文的说法不一了哈。基本上它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同时要做两件事啊，做其中一件事是有 A 种可能，另外一个是有 B 种可能，这两件事都要做，所以它的总共的做法就是乘嘛，都要做的情况，当然是用乘法律。好，另外一个原则是说，为什么是这个组合数呢？基本上因为你有左数右数，那你基本上你的排列就是在最开始的那个 root 啊，它当然就是一定是在 index 0的位置嘛，所以那个就被占掉了，所以剩下是有 n 减1个位置。n 减1个位置呢，要不然是给左数，要不然是给右数。所以这里呢，我们当然就是剩下的就要去乘上它的一个组合数，所以它的组合数原则上就是 cn 减1取，要不然是左数的长度，或者是右数的长度。左数的长度加右数的长度当然是等于 n 减1嘛，所以我们的排列组合计算，你取左数的数字或者取右数的数字啊，它当然是一样的。我们当然在计算上比较方便，当然是取那个比较短的啊，这个当然是没有毫无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如果用 Python 去做，其实还蛮快的，大概10几行就结束了嘛。那我们这边需要的就 math 这个套件 ，math 这个套件里面它就有计算组合数嘛。记得我们要磨掉这个很大的数字。好，然后分而治之 subproblem， 我们这边比它小，就把它加到左数里面；比它大，就给它加到右数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有 left 跟 right 两个清单，然后我们要把这清单丢到 right 这边丢到 left 这里，然后套用这个递回函数相乘嘛，刚刚讲过乘法律，组合数也是相乘，最后算出来就是它总共的组合数，然后最后答案我们再去呼叫这个 subproblem， 那个参数就丢最开始的 numbers 记得要减1哈，它把原先那个就不算，然后再磨掉这个非常大的数字，也就是10的9次方加7答案就出来了所以用 Python 解非常快。好，接下来问题就是你要用 C++ 去解 ，C++ 车轮没有那么多，怎么办？组合数要自己算。这里的话，我们就透过所谓的帕斯卡三角。你要直接用定义去算组合数的定义去算，它基本上它就 overflow 了。所以原则上就是在这边的话，我们要计算这一项，就是上两项的和。记得我们在计算的时候都要磨掉这个非常大的数字这是我们那个 C++ 里面，特别是有关于那个组合数的部分，你要额外去处理特别要小心。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之前透过帕斯卡三角这个恒等式去解答了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好，然后整个组合起来，我们一样分而治之 ，divide and conquer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计算组合数的地方，你要额外去处理一下。
其他部分其实原则上都是相同的演算机制啊，记得都要模非常大的那个数字啊，最后答案当然要记得要减1之后再去模啊，所以 C++ 的做法就是你要特别去处理那个组合数字啊，所谓的 binomial number 啊，那个数字 Cn 取 k 啊，那个要额外去处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程式实作的部分。好，有关 Python 版的情况，我们执行一下哈。好，所以这5个 case 应该都 OK 啊。那这个特别第4、第5，这个是我们在试 C++ 版本尝试用其他做法。本来想根本不要用到帕斯卡三角，但是还是不行啊。那可以发现它的数字非常的庞大啊。那如果说你用所谓的阶层公式 Victorial 的这样的公式去算，那个不得了，这个一定会一下子就移位。好，这个 Python 版当然没有问题啊，它就是用它内建的那个算它的 binomial coefficient 的那直接套用就可以。那 C++ 版呢，我们看一下哈 ，C++ 版的我们这边当然有不同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应该是我们后来 submit 的第2个版本，啊，这个当然也是正确的。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看看它的情况。好，所以4跟5的这2个 case 也都 OK， 好，数值也都一样。好，所以这个执行都没有问题。那我们po在这里的解答也加上了一些英文注解说明，方便需要学习的人去看啊。这里面主要是你必须对排列组合的情况要有一定的了解。好，那基本上解这样的问题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